亲爱的网友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继续学习《地藏经》布施的功德，有的轻，有的重，有的是一生的福报，就是能得到一生的福报；有的呢，得到10辈子的福报；还有的人得到100次、1000次轮回的这个大福报。这是为什么呢？这个地球上这个芸芸众生有这个国王、宰相、大臣、大长者、大贵族、大婆罗门婆罗门就是神族了，与神沟通的族等等，这些都是超级贵族的人如果碰到那些最下等最贫穷的人，或者碰到哑巴呀、聋子呀盲人痴呆侏儒等等残疾残障人士的话呢，那么如果这些王公贵族要想布施的时候，若能够心怀大慈悲，面带慈悲的微笑，或者是这个亲自布施，或者叫人帮忙布施还要这个慈言善语，这些王公贵族这种所获得的功德，就相当于供养了无量无边的佛那样巨大的功德。佛还说这个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国王等贵族能够对那些最贫贱残疾的人发出大慈悲心的话，因为这样的慈善的行为，所以才有那么大的这个福报。比如说贵族的权力荣耀其实这个权力和荣耀本身也是来自于现在和过去世的布施，今世才有这样的富贵。佛为什么讲这个东西，对吧？那你这个富贵怎么来的？其实都是布施来的，只是有的是前世布施。经文中讲到，未来世有国王、贵族等大臣，在遇到佛塔、佛寺或佛菩萨像时，要恭自迎拜，供养布施。请问师父，作为王公贵族，为什么还需要亲自去供养布施呢？这里就是讲的是，你当遇到这个佛寺佛塔造佛像等等，像这些慈悲事业、供佛供菩萨的行为包括供奉这个道场的行为，说你最好，尤其是指这个主人或者这个国王或者你这个机构的这个老板董事长，你最好要做到亲力亲为。亲力亲为，你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不是说我就拨了些款过去，这个也是慈悲的但是你亲力亲为的时候，你有一种感受那种感受的时候，其实就是一种自我超度自我提升所以我们在建我们道场的时候，大家来帮忙做事比如说刷个油漆垒个墙前头又修屋顶，做的人虽然辛苦，但是内心的那种幸福感我觉得那个幸福感也可以称为是另一种法喜。当产生这种法喜的时候，就会产生无量的功德，就消了我们过去的一切的大罪大业，将来不下地狱往生极乐的人，是这样子的，所以是特别好。但是呢，我们同样说，我呢只是给了那么多钱，也雇了人去给你们做慈善，跟你修道场，这个有功德吗？有，同样是有这个功德。但是作为发心人来说，你没有直接参与的那种体会就像我们今天说这个包子比较好吃，这个味道口感很好吃这你听说的和亲自尝确实不一样。为什么很多人花钱去旅游呢？对不对？那你在电影上电视上，你今天去查世界各地著名的景点，你都能看到。那为什么说我还要花钱受罪，坐飞机10几个小时，我要亲自去看呢？不一样，那种感觉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亲自体会的感觉是完全不同。但是呢，使我们的那个就是说慈悲心和功德就会更大
我比喻来说哈，比如说我们自己同样我拨了这么多钱去做慈善，去帮穷人或者修佛庙，所获得的功德是1万。那我亲力亲为，既拨钱又带一群人去干这个活哈，那所获得呢就是10万啊，它不一样，这功德会放大。因为其实你在做的这个时候，是你自己的那种真实的那种做慈悲、做慈善，乃至和佛菩萨或者和道场的师父在接触的时候，那种体会，本身就在得到了度化啊，对，它会深入你的人心。比如说你拿出一些钱来做慈善，有的时候是因我同学介绍，我是不好驳面子，我不得不出这笔钱来做慈善。可是我亲自去做的时候，说哇太好了，做慈善让我好幸福。所以它的从根本的性质上会有很大的差异，所以我们容易被度化，容易产生更巨大的功德，就是这样子啊，它完全不一样的效果。在佛教史上，有许多国王遵循佛陀的教导，修建佛塔、佛寺，并传播佛经，弘扬佛法。请师父为我们介绍一些这样的故事。这个在世界历史上哈，这个都数不清楚有多少。在印度来说呢，就是最早的有一位那个大转轮王叫阿育王，他当时呢就有点很像于中国的秦始皇，就他将当时的印度、恒河整个这个区域哈，这个很大的面积都已经可以统治了，也就是有很多小国、小诸侯国和大的这个部落哈，那么多的小国，他给他统一了。但是哈，其实就像一路打，就像当年成吉思汗一样，你打本身不容易，对不对？但是你带的，比如说你带的100万军队，难道你把军队都留下吗？打一个地方不会吧？你能留几十个人军队就不错了，对不对？打过去的，你带着你的大部队一直往前打，打过去的地方会不会造反呢？所以你的统治领导马上就会发生问题。所以等阿育王把印度打得差不多了，很多人该投降的、该臣服的，因为打不过他呀，打不过他就说那我就听你的吧，就是这样，好像统一了。但是接下来这个仗刚打完之后，自以为可以成为一个转轮王，一个大皇帝了，但问题就接二连三的就发生了。他打过的这些国、这些小国，等他的大部队都走过去之后，他们又造反，而不是一个造反，都造反。那么阿育王就有一位妃子，这个妃子呢就信佛，他这个妃子呢，因为经常是打坐念经，就是很有智慧，就给他出主意说，你应该是以佛理治民，来统一诸国。怎么办呢？就是首先这个你将这个佛的这个慈悲来把这个概念说，我要学习佛的慈悲，对众生一定是这样的慈悲的、普度的、帮助的，而不是伤害。但是这佛教讲究大事都要焚化嘛，就是火化烧出来的很多舍利子，就像彩色的明珠一样，舍利子84000颗，它就分到了整个印度各地，尤其是他征服的这些国家，修这个佛塔、舍利塔来供佛的舍利，等于是阿育王将这个舍利分给诸国的。设舍利塔的时候，他也做功德的，应该是在古印度当中，应该也与佛法相关的，这个叫做阿育王柱。阿育王柱其实那个时候就代表着叫皇帝的威仪，他呢就是说我既有威武，我还有慈悲，那他是这样的一种做事方式。那所以的话呢，阿育王也为此供养了很多的僧人，修了很多的道场。你比如说修了这个佛舍利塔，都大石头的，对不对？那旁边要有人修行对，他所以要给这些修行人拨地，那时候没办法给你粮食，这个修行人也叫农民，那给你地，只是修行人用的这个土地种了粮食，不用缴税，你们可以自己吃。
给你多一点的话，你多的粮食之后，百姓困难的时候，你可以斋济百姓，是这样。所以这个政策呢，中国和世界各地都用了。所以他做了这么多的功德，这么多的事情。在经文中，佛陀多次讲到，若能回向法界，其福不可为喻。请问师父，如何回向法界？这里佛所讲的呢，回向又是什么呢？通常比如说我为我的母亲做这份功德，我的回向说，我以此功德回向给我慈悲的母亲，比如说愿她健康长寿，早日康复，对不对？还有说往生的母亲呢，就是我愿她消除一切世的一切的恶业不会下到地狱，不会堕到地狱希望佛呢慈悲，以此功德接引他去天国或者极乐世界，是吧？一般人他有指向性的，也就是说我做这份功德，这份功德就是一种慈悲的能量，他也可以这么理解这个事儿。回向的就有指向性，是因为我对母亲有这样的一种愿望，所以呢希望做这件善事而产生的这个正能量，这个吉祥的能量还给我的母亲，这是很合理的一个心态，对不对？可是佛在这儿教化我们说，如果我们做这些善事的这个功德不是回向给一个人，而是回向给众生的话，或者是回向给法界的话，那这个功德就是巨大的，就像一个放大器他把这功德一下放大了若干倍。我本来是一份功德，看得见可数可轻的这个一份功德，变成一个无量的功德。大家说这是为什么呢？所以我在思考呢，我觉得这个佛陀的伟大佛陀是叫做超级心灵导师。这个回向就是一举多得。比如说我回向给我的母亲，如果我们在这个角度从一个人来说再放大一点呢，如果人生一直在生灭的转世，对不对？回向给我七世的母亲，回向给我的七世的父母，回向给我所有世的父母，看到别人也都孝敬自己的父母回向给一切母亲，你看天下的母亲一下就变大了。一切的母亲，我们一般想的就是一切人类的母亲。那畜类呢？就我们这个生生世世，今世是人，下世可能是牛，来世是一只鸡，后来是一只羊，都是可能的呀，对不对？一直生生死死的转世成不同的生命状态。那个法界是什么呢？那我所理解的呢，通常到佛菩萨那个境界，他的世界就叫法界。所以那个佛身即是法身，所以叫法身佛才是他的真身。比如他来到人世间的时候呢，化身，他接引你的和显象的叫报身，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法身反而是他佛本有的真身。那这个真身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呢？是以宇宙当中最大的那个状态当中的那个真实。我没办法去来描述，没办法描述。它已经就是不属于在六道轮回的那样的一种生命体，是超越的。我再讲大一点呢，比如说在佛经里经常说，你看这尊佛那尊佛是吧？无量的佛，无量的佛，每一尊佛都有自己的世界，对不对？无量的佛国综合起来，那个世界就是法界。那这样一个佛的这个世界，是在太阳系来说，可能1000万个太阳系才是一个佛国，就这么去比，它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种状态。佛门里头分很多个境界，一般普通众生说，我死了不下地狱就行，是吧？不下地狱可能在人道，也许到天道。所以下三道当中有地狱，还有恶鬼畜生嘛，是吧？所以我们不在这下三道之中，我们可能在人道和人道以上这是一般人的追求。那么再高尚一点的追求呢，比人道的追求还要高的时候，就是说让我开悟吧，让我积功累德
是吧？来世可能我做天人，是吧？我超越于说我们受苦的这样的生命。你看做个人多不容易啊，对不对？光一个恋爱就把人折磨得死去活来，对不对？所以我要超越他。但是这些还不够高。修成阿罗汉够高吗？无欲无求，生命状态那是也数不清活多少年了。说这还不够高，我要活到是法界的状态，那个状态就叫涅槃。那个涅槃不是死，而是永生的意思。涅槃那个状态，而是说我的化身能随时出现在所有的世界。那是一个就是佛门追求的极致的状态。所以在佛门之中，它很理性它不是说一元化的这个世界，一个神一个世界这样。佛说的这个世界是无边无际，还有很多的佛国和宇宙的世界。知道了所以这个回向给法界，回向给你这么理解，回向给全宇宙。不是爱人类众生，爱所有的众生的意思。无论是神、佛、菩萨、罗汉、金刚、天人、恶鬼、地狱、畜生，一切都能受益。我觉得这样去想是对的。所以就从我们在做功德的时候，不光是面对的时候，我今天修了这个庙，印了这个佛经之后，我得什么好处？不是，我要把这份功德回向给所有的一切的众生，所有世界的众生，其实也给他们变成一种心灵的沟通。第二个是对他们的关照，慈悲的关照，或者是慈悲的共鸣。还有不够慈悲的人，希望我的慈悲能引导他们一起慈悲，这就叫做大慈大悲。像药师佛说，我心中燃起一盏光明的灯，将我身体照亮，还将我的世界照亮。我还要将一切的世界的众生都照亮，让每一个众生变成一个超级的灯一样，再将所有的世界的众生的心和世界照亮。这就叫做大光明说我慈悲，我做功德，这份功德是属于所有的一切众生的，而不是我的。所有的母亲都能获得如此的功德呀，那是多么巨大呢？佛度化了谁呢？度化了有这个回向心的这个人对不对？你自己的心一下就提升了吧。从一个小我说，我跟我妈超度一下，去哪里了？天天打电话问师父他去哪了说这个时候我就不在乎了，一切的众生都能功德无量，都能够往生极乐世界。你看是这样子的。其实你在做功德的时候，反而是被一种更高境界度化、感染的、提升的这样一个难得的过程。所以这个回向是这个好处把你的慈悲心，本来是说都朋友叫我来一起来帮着修个庙，说正好这2天休息，好吧，我来修一修吧。这是谁在里头供的是谁，我根本不在乎，我就是帮我朋友来干活的，对不对？那你修完之后有功德，但是留给你的印象有多深呢？非常淡。说去过哪个庙吗？去过，我就帮他干过活，屋顶漏了补了补。那你们有没有礼礼佛的？没空，我也不信。你看就这样过去了。说如果这样子，你干脆你把你做这份慈善这个行为的这个功德回向给宇宙众生呢，你还会淡淡的过去吗？立刻就升华了，从一个普通的凡人升成大菩萨了，甚至立刻成佛了。就是这样的一种境界。这是佛为什么说你今天听到讲这一段你就能成佛呢？就是这样的，真的苦口婆心，让你一步登天，一刹那成佛的这个方法。请问师父，如果只做了很小的一点功德，也能做大回向吗？当然了，比如说我在佛前献了一朵花，对不对？并且这个花还不贵，但是你要有一个美好的心呐。前一讲我们不是讲了吗？你供佛的时候你不能把脏的不好的东西供佛，对不对？但是这个花是干净的，还是我亲手摘的，希望佛看的这个花能够打内心产生欢喜，内心慈悲，是吧？当你回向的时候，说一切众生都能欢喜，一切众生都快乐，一切众生都解脱，
一切众生都法喜充满。对，所以这么一件小小的慈悲，一下就放大了全世界去了，这个功德就大了，所以那就成佛之路就来了。所以这个回向这个心太重要了，了不起。经文最后，佛陀总结说，这就是舍一得万报。师父也经常跟我们讲，做功德是舍一得万。请问师父，为什么做功德和回向有舍一得万的效果呢？那今天就讲到这部经，这经文里头和我所说的这句话一样，说我在小时候没有读过这部经所以这句话就在这儿吻合了。所以我们读到这儿说，哎呀，师父说的一样，怎么一模一样？舍一得万。我说舍一得万是基本的你比如说你奉献了，按钱来说是奉献了1块钱，但是你得到的福报呢是1万块钱以上，1万块钱以上是10万、100万、1000万、1个亿、10个亿都是有可能的但是佛给我们众生留下做功德、做慈善的这个留下来这个叫做功德增长的余地是巨大的。对，所以舍一得万，这是我的直接一种总结。我们讲它真正的这个意义就是这样，说你想我们作为普通众生来，你想富贵吗？你想智慧吗？你想解脱吗？我说的解脱不一定说迅速成佛比如你的人生的烦恼之中解脱，不被烦恼障碍，对吧？想吧这是看起来很具体，对不对？其实做这些功德就能获得这样的作用。所以这个舍一得万的这个万，它都化成金钱吗？含有金钱财富的这个部分，但是还有很多东西比金钱还要重要，还要实用的东西。比如说安定的心，对，安定的情绪智慧的大脑，使你居住的环境都是平安幸福的。对，这都是功德呀，功德福报来着。所以舍一得万的这个范围都是人生当中甚至是跨世纪的。比如说我说的世纪是指生命的轮回世纪，比如说我这一世基本吉祥，我来世还吉祥，那么1000世里头还是吉祥的。你知道修佛法的人稍微高一点的境界，有一种境界叫什么呢？只要他在那里的十方土地都是吉祥。在中国远古传说，比如说远古时期不是有三皇五帝嘛，是吧？3皇，第一个皇叫尧，第二个皇就是叫舜，第三个叫禹。叫尧的这个我们的祖先皇帝呢，他的几个大臣就说，你是皇帝，你的法力高强，武功高强，对人又好，对不对？你应该传给你的孩子呀。有几个大臣就说，我们推荐你大儿子。我说的不是原文的意思了，但是大概就是说，大儿子太愚笨，说二儿子太滑头，三儿子太贪小利益，说这些都不是成为一代帝王的这样的人才，这教都教不出来。说不行，所以我不能在自己的孩子中选。他说呢，我呢希望说你们到天下给我推荐优秀的人才，将来能接我的班，成为利益我们这个众生的皇帝。对，他们每年都有人找到一些人才推荐，但是有一次有一个人推荐了一个人叫做舜他说这个舜长得也还可以，是吧？那个时候挺能干的人才有很多都长得挺帅的你为了考验你的先天的能力嘛，是吧？先给他放到了一个森林里头，这个森林是一个大团队拿着兵器进去之后，就把他一个人放进去了。那么让他几年之后出来，等出来的时候，这个舜带着很多动物出来了。那个时候很多动物，比如说牛、羊、猪、鸡、鸭、鹅，很多是没有人驯化的，都是野生的。可是呢，就从舜开始养殖，把它放到森林里，对不对？那时候狗也出来了，那个狗是野狗吧，跟着它；野猪跟着它出来野羊对，这些东西很多一大堆跟着出来了，就开始了养殖。我说这个不得了，说厉害，说还不够，还继续考验。
给他放到北方的干旱的地方，就是现在就是河北省的那个邢台、邯郸附近。当时在远古时期，黄河决堤就冲那里嘛，全是小沙漠，根本没有种植，也没有人烟。好，给他发配到那儿去，说你到那儿待3年再说。但是呢，这个皇帝已经看到他挺厉害的，就把当时自己的有2个女儿赐给他，给他当太太，给你帮个忙嘛，干个家务活啥的，就带2个太太去了。他去了种庄稼不容易长，最后他研究了那个土壤之后呢，烧陶瓷，路过的人最后变成什么呢？在那里去批发他烧制的锅碗瓢盆大水缸。那个时候陶器比较少他就烧这个来卖。这个皇帝就已经预言过了，说这个人曾经住过的地方未来都会成为大都会。这就是圣人，圣人住过的地方未来都是飞黄腾达，非常的兴旺繁荣，就是这样。所以呢，在古代人类都是共同观察出来的这样的结果，对不对？所以一个大慈大悲的人在一个地方的时候，这个地方没有太大的灾难，就是特别吉祥的。对，这是一种慈悲吉祥的场，就把这一块那些灾难都给压下来了，以他的功德就把它抵消掉了。所以我们舍一得万，这是最基本的道理。所以我刚才讲的很俗，就你想解脱吗？你想富贵吗？我觉得我希望众生都富贵总是有人给我写的是我要找对象，我要找工作，对不对？你好好做些功德，但是别贪求，还要实在，你将来你发财的机会就来了。你不要说今天找工作不好找，凡是有生命的时间，你有那份功德到任何时间你都能找到好工作。该发财的时候，不管这个社会多困难，你都是富人，就是这样。像佛经里讲的这个样子，我本人是非常非常的认同的我拿我自己为例来说就是我小时候，其实我在到了7、8岁、10来岁，我说话都是不清楚的，很多字我都咬不清楚字，很多字说不出来，让我成篇的说话那简直是，那就逼死我了，就不可能的事。到我修行到有一天的时候，我就上课讲法，我可以这样讲，口若悬河的讲6个小时、8个小时，我们可以一直进下去内容不会重复。这个是什么呢？不是个人智慧，这是佛菩萨给的，佛菩萨加持之后、摸顶之后给的。所以当佛神给你那些不可思议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用人的眼光和智慧来评判它。所以大家在那些修行去做功德，我们所获得的这样的就是不可思议的收益就叫不可思议，没办法说。那么在研究佛法，不光自己受益，从佛教发展的历史到今天，到走向社会，到大家的反应，到佛学思想的辩论，我都去研究它。但是更多的研究是灵性的感悟，而不是说像学术界的那种讨论。学术界的讨论几乎都是在纸面上的打架和吵嘴，就看谁看的历史资料更多而已，其实没什么讨论的，就是没有思悟型讨论，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在给大家平常所表达的佛法的时候都是很清淡的也让人也听起来容易接受的。但是深入学习佛法的人就觉得我讲的太清淡了，因为讲重了一般大家会反感。所以今天我讲的佛经，佛经就是这么讲的，我只能如实的告诉大家就是这样。那里面这些受益和功德，我就是见证者，也只能说是叫化腐朽为神奇真正好好修行过佛法的人，最终的见证的总结那句话就是化腐朽为神奇。从我个人来说，我就是个腐朽的人，我既不能说又不能做，身体又差学历又低。其实今天我能说能做的，远远超越了我本有的知识了，远远的超越了。
那今天我们帮助过的人，从知识分子来说，从教授、博士，我跟我们学的人几乎都是比我们高学历的人。所以佛法的它的神奇性，我们实在不可思量的。就是化腐朽为神奇，枯木开花，就是不可思议。所以你相信我的话的话，你也跟着我去学着去做。希望大家以后每天在吃饭的时候，尤其是吃早餐的时候因为是一天第一次吃饭嘛希望天下一切众生都有饭吃要去这样想我要睡觉的时候愿天下众生都有房住，都有床来睡觉。对，有这样的感恩心的时候，我们睡得会踏实，会相对坦然一点，知道吗？当时我都是用我的七情六欲的心，总觉得我怎么少这个，我怎么缺那个，我怎么求不到那个东西的时候，用这样一种求的欲望的心的时候，就让我们睡不好觉。也让我们担忧恐惧的心的时候，更睡不好觉。但是用这种祈祷和感恩的心的时候，我们睡得更好因为会有功德，甚至一切鬼神菩萨都会护佑我们的。之前大家念的都很认真，我也感觉到特别受益身心灵都受益。我想所有的网友朋友应该都是这样。有些受益呢，会直观的有所感受，还有的呢，可能会慢慢的会有很多的好事发生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这样一个大的功德。它不像普通的加持那样，我现在不痛了我现在立刻快乐了。它不是一个立刻的就能直接看到的这样的一种功德现象，这是一个超大的利益，是整个人生最大的利益所以我们在诵念的时候呢，一定要有一个非常恭敬真诚的心，将我们的身与意还有读诵的发音都合为恭敬心，至诚真心的诵念开始。为什么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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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稣哦哈哈哈，为什么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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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稣哦
什么耶稣啊？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啊？啊，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啊？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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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什么耶稣？哦，哈哈哈，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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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耶稣？哦，哈哈哈，
稣，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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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什么耶稣好？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好？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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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为什
什么耶稣？哦，哈哈哈，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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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耶稣？哦。
稣，哦，为什么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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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耶稣？哦，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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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耶稣？哦。
什么耶稣？哦，哈哈哈，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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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耶稣？哦，哈哈，愿以此念佛功德回向法界，回向佛菩萨，回向众生。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愿父母吉祥安康。愿大家都有饭吃。愿大家都有工作。愿大家都有感恩心。愿大家都能脱离痛苦。愿一切灾病消失。愿大家遇难成祥。愿大家增长智慧。愿大家功德无量。感恩大家。感恩师父。好。
好，大家搓搓手，之后轻轻搓搓脸，回到7岁的样子。拍拍头，拍拍全身。我们真诚的诵念一定会得到无量的利益，如经典里佛嘱咐大家的那样。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心事心愿一切所求，我想都能得到佛菩萨对我们的帮助，帮我们消灾消业。这样我们再通过念佛念菩萨心咒能够积累功德消除我们的一切恶业，那么我们人生之中所想所愿的就容易成就。在佛陀的最重要的大弟子之中，有一位神通第一的长者弟子目犍连尊者。他弟弟呢就是住在迦毗罗卫国当中的一位巨富，并且确实人也不老，就刚到中年左右，现在来说40来岁吧那么他已经经过自己刻苦努力的这个计划经营拼搏努力，已经叫非常富有，据说富可敌国。因为这富可敌国是个形容词，但是我觉得呢，他可能是其中属于某个城市某个地区之中最富有的人。可是呢，这位弟弟呢非常的吝啬，绝不给穷人或者富人或者是这个修行者他不做任何的布施供养。对，他觉得我是拼我的命赚我的钱，我赚钱也不容易，所以我凭什么给你们呢？就像现在人说我合情合理合法的收入，我欠谁的？因为这个发心捐款这个事情它不是个法律，是吧？是一个个人，我拥有了什么财富能力，我要不要给你那是我的决定，是我的感觉，说咱们有没有这份情谊，对不对？就你过你的日子，我过我的生活，是吧？个人的生活各自有自己的命运嘛。所以他是非常吝啬，一毛不拔。可是有一天呢，目犍连尊者在这个禅定中就觉得这是一种感觉，就是坐禅的人有一种感觉，就觉得哎呀，我这个亲爱的弟弟我该去好好度化他，给他说说这个道理。我总感觉要不然的话可能就是危险，那哪一种危险都是有可能的，他有这种感觉。那所以的话呢，他就去找他弟弟去了。弟弟听说哥哥到自己家来了非常开心呢。因为一个成功的弟弟见一个有很伟大很尊重的哥哥来的话，其实非常快乐幸福哥俩见面真是这寒暄一套哥哥想死你了，弟弟想死你了，这种客套话那么之后哥哥就直接拉开脸来坐那儿瞪着眼看着他，说那弟弟心里有点慌哥，我没犯什么事儿是不是？有话你就直接说，你别瞪着我直发毛哥哥说，我为什么瞪着你呢？我觉得你危险来了。你感觉我有什么事儿吗？感觉事儿大了你现在这么多钱是吧，也是叫至少是富甲一方超级大财主是吧？你怎么不做任何功德呢？你看到的都是咱们普通百姓看到的最平常的富贵你觉得你这个富贵是稳定的吗？这弟弟直摇头，我也不知道到底稳不稳定对吧？那如果小偷强盗惦记你，对吧？给你偷走了，那个贪官污吏盯上你呢，给你栽个赃，弄一个帽子，就把你关起来，
是吧？人财两失啊！而且过去不是没有银行嘛，是吧？你存的钱也许钱是属于粮食，就是有价值的东西。过去是这样子，过去有些东西还不是货币，就是东西本身就是叫价值。比如说我想买2头牛吧，他说用多少斤粮食来兑换，现场谈就是这样，就根据牛是不是涨价了，还是粮食是不是涨价了。比如灾荒的时候，牛就不值钱，粮食值钱，对不对？就是这样。所以他存这些所谓的钱财的东西呢，都是叫有形的具体物质。他自己家呢，因为特别富有呢，他专门有个库房，存着他这些就等于钱财的这些货物，是吧？你存的这小仓库，起火了呢，这弟弟越听越恶心，你怎么光说倒霉事啊？这个反正大哥教训的我就听吧。他今天又是出家第一，又神通第一，我就听着，对吧？还有，就算你大富大贵，前面事儿都安然度过，你还往下继续留。很多人，对不对？你说你也有几个孩子，有很多做父母亲的，拼着老命的去挣扎、去赚钱、去努力、去工作、去打拼，一个人做好几份工作，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希望自己的子女，是吧？不受罪和过得更好。你读书很贵吧？哈，好学校、好老师都贵，从古代到现在都贵。说今天你上个好的私立学校贵吧？哈，古代找一个老师比私立学校要贵10倍，这真要富人才请得起老师，是这样。所以是好，你教育半天，你的孩子希望他成为人才。可是你孩子没有这个贫苦的钱财的压力的时候，他就容易怠慢，就是很多就好吃懒做啊，富家公子，什么公子病、公主病，是吧？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穿。这个孩子他没有过那个贫苦日子，就是他有了钱了，他没有体会过，不管父母亲对于贫苦是什么样的那个痛苦的惊悚的那一幕一幕的画面哈，是有什么样的感受，但是你的子女没这感受，所以他的生活方式呢，就属于他的新一代的生活方式。像当代人说父母亲努力半天，是吧？虽然赚了钱，这个舍不得吃，舍不得用，所以很多第一代，像中国的第一代创业的富人，对不对？确实挣了不少钱，他的穿戴舍不得去奢侈。但是你同样是这样，你看他的孩子是怎么花钱的，花的好像是偷来的钱一样啊，拼命的烧钱了，是吧？那个衣服想方设法变着弯的去穿名牌，开名车吃些人不该吃的东西，用人不该用的东西，花天酒地，是吧？所以就是算一切灾难你挺过去了，可是你的孩子可能还会跟你挥霍光了所以我觉得弟弟啊，你应该为你的未来积累一点功德的资粮。你要做布施，你要布施给穷苦的人，也布施给像我一样的出家修行的这些圣者们，因为他们可以为你消灾布施给穷人也更给你积德。你应该做这些善事。这个大哥也是很有尊严的又有在整个当时来说，当时对他的世界来说，没人不知道他哥的名字大名鼎鼎功德超群而卓著呀。所以大哥这么一番非常严厉语重心长的开示，弟弟觉得有道理，你这几个方面都给我说到了，他也深有感触，对不对？这时候老婆说穿着也开始非常的讲究而挑剔了，也不节约了，是吧？他的孩子也开始不争气了，应该他已经有感觉了。还有过去人很相信灵魂的归宿，对不对？这我灵魂去了哪里了？上天还是入地，还是遭罪，还是变成狗猪牛羊其实古人其实对于说我们的未来的归处在哪里，其实挺在乎的
所以听他这个兄长讲完之后，哥你说的有道理，那怎么着？那我就要不就布施点儿。哥就说别布施点儿了，你为了未来的这个功德哈，你要可以多布施，尽量布施。好，他就开始布施，不知从第几天之后就开始，他有很多工人嘛，看哪里有贫穷的，张贴一些告示，需要钱的、需要粮食、需要东西的来找我来。哎呀，他们家门口排着长队来领救济的各种的物资，那么粮食是最多的需求啊。哎呀，布施了很多东西出去。但是呢，他呢这个人他毕竟是一个聪明人，他一边往外布施，一边再请工人盖了个仓库。等他布施啊，他用1年多的时间把他存下的这些财富的东西布施的差不多了啊。等过了1年，当然这个过程之中他挺幸福的，因为走到哪去大家都感恩呐。哇，大善人啊，活菩萨呀，就是大家都恭敬他、恭维他，就太好了。原来你是铁公鸡想拔都拔不下毛来，现在结果你主动给我们这么多的布施，得到帮助的这些穷人啊，哎呀，真是把他当活菩萨看待，所以他很幸福，就充满着欢喜自在，这是他很幸福的部分。但是呢，他还留着自己的小心眼儿，等1年以后。他亲自拿着钥匙打开他的新盖的仓库门，打开去一看，就给他那些工作人员说：“怎么里头还是空的呀？那我觉得我做了功德，做了善事，应该我这个库里面金银财宝又装满了，从天上飞来了。我哥不是说这个，你只有布施才能永恒的富贵，才保住你这一切的财富，怎么？”这库房空空的，怎么什么都没有来？就找他哥问，他觉得很灰心丧气，找哥哥评理去，这个找哥哥就问呢，哥哥就带他用功夫用禅定的功夫，哗一下闪出一个大屏幕，就看到了他的未来，看到未来有一个地方他从来没去过也没见过，特别漂亮。就有很多建筑工人修花园的呀，都在盖一个超级非常富丽堂皇的大宫殿，正在做建设，正在建设之中，反正80%都建好了，就到了后来细节装修的部分了，到了这个部分，他问哥哥这是干啥了？你领我这是什么地方啊？说这是天国。这是天国呀？那这个房子给谁盖的？说那不是正好那边有一个人像个监工的一个首领吗？你自己问问他。他问：“嗨，朋友，你们这是盖什么呢？”说盖宫殿。盖什么宫殿？说我们天王的宫殿。天王的宫殿。你天王是谁啊？是目犍连尊者的弟弟。目犍连尊者的弟弟。哇，溜嘴，就是我我没听错，这是给谁的？目犍连尊者弟弟的新宫殿。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天国。那这是什么样的宫殿呢？是天王的宫殿。所以他哥说：“这真的假的？”说你自己看了，这是真的假的？我只是说给你切一个画面回来，是吧？用神通给你看到你未来的宫殿就是这样子。说你的功德福德没有白做里头各种的宝贝，旁边放着各种的玻璃罐子，放着各种各样的宝贝，要什么宝贝都有，金银财宝珍珠玛瑙让他最高兴的还有一群特别漂亮的美女，他也不放心，说哥，这美女也是那天王的吗？当然了，说我不放心，那你问美女，你们在这干啥呢？说我们在等待着我们的天王。天王是谁呢？说目犍连尊者的弟弟。要一听痛快，哥放心了，回来我还继续布施。这故事就完了。目犍连尊者告诉弟弟，布施和供养会有极大的福报。故事中，弟弟并没有获得真实的财富，
而是哥哥目犍连尊者运用神通，才让他看到了来世的福报。为什么有些人在现世就获得了可见的财富，而有些人则要等来世？这个功德福报哈，它是每个人的这种叫做因缘不同哈，它这个福报呈现的方向还有时间地点都不一样，就像我每个人的这个指纹都不一样哈，个性长相都有一点差别，所以当这种福报呈现是不一样啊。那么有的就是说当世就有回报，有的是子孙有看到了这个结果哈。对，其实这个功德呢，这种功德财富，也就是人生所追求的美好哈。在佛教来当中呢，有一个名词叫做业力，请大家也记住哈，业力这个词。业力在佛教之中是，就是和这个因果啊，它都是叫专用名词，而且这个是被世界所接受和认可的，就是我们行为而产生的某种影响力、作用力，尤其是行为当中含有善的和恶的之后而产生的作用力，是吧？比如说骗人、坑人、害人、杀人、杀动物、骂人、打人，这些都是叫恶业。我今天就帮人去用一种真正关怀的去博爱啊，去布施、去奉献等等的，像这些就是善业。那你的这个行为呢，你做的善，未来是得善果。那这个业的话存在哪里呢？用大家今天能够熟悉的一个词汇哈，就是所以中青年人知道的，存到云端了。我们今天所说的云端，只是说借用这个词让你理解，就是说存在这个世界与你最相关的，而且你只要在这个世界上，你永远和你的这个业的云端永远是和影子一样连在一起的，就像与你周围的空气连在一起一样，就是在任何时候，云端里面的这个功德也好，罪业也好，该开花了，该结果了，该呈现的时候，它到那个点就会呈现出来，是这样。所以在过去有一位大师就说，有人就问他，那什么是这个业力的呈现呢？就是现在的你所感受的，就是你之前的业，你的业的行为哈，来让你在你的人生之中呈现的这些好好坏坏，这就是你的业的呈现。那你未来的业是怎么样呢？就是从你现在所有做事的表现与心态，是吧？那你做的都是未来，你也只要做伤害，未来的你的结果呢，那可能就是恶的，对吧？所以而佛教它更科学的是，更注重就是我的命运我做主，对不对？我的未来我创造，我的好坏我创造，就是这样。所以他讲到还有一些名词叫做自觉，再加2个字就是觉他，自觉觉他。说自觉呢，就是自己觉悟，自我把握自己的身口意行为啊。所以这是大家能够学到能掌握的这个部分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在做的这个所有的功德布施啊善行，其实今天呈现你的果报的，就是自有他的与天与众神有个评判的一个，像一个评判委员会一样，就已经在那里。那有人会问，你看他哥哥是尊者，弟弟是富人，做了这么多的布施功德，怎么修了个仓库里头没有增加1块钱呢？别忘了，他弟弟的发财不是靠抢劫发的财，对不对？他弟弟是个商人，比如说1万亩地出租种植，对不对？1000个商铺在出租，还有织衣服啊，做皮鞋啊，染发店是吧？美容店都各有很多家，所以你就因为你的行业在你让你还在继续富贵的，虽然你没有了这一仓库的钱在人世间，可是你还要每天还有几千万的收入在继续收入着，你还不是穷人，并且现在这个钱小偷可以给你偷走，一把火可以把它烧光，孩子可以给你败光，但是存在你的云端银行的那个永远烧不掉，丢不了，何况你还在继续
在人世间还在继续，就是产生着收入，所以它可以让你说，好吧，这20年让你看不到有更多的钱返回来，但是你有就是应该说一种叫投资，就像在银行利息一样，我这100万存进去，一天是几块钱还是几十块钱还给我利息，我要立刻受益，叫钱的受益。其实更深刻的说，你能健康的存在的就是最大的利益，对不对？你看多少人那个病咵一发作，立刻倒在那儿就死掉了，或者立刻倒在那儿一躺就是7、8年再死。所以那什么是利益呢？我的健康存在就是利益，我的未来更有福就是利益，我的子孙将来更完美，那是更大的利益啊！还有你的灵魂将来听天界生极乐，那是利益大的不得了。所以这些利益是凡人想都没想的，所以一般的凡人都只看到眼前的利益。所以我只要我现在投资，我现在就要得利益，那不仅连看到的呢，是更恒久的利益与富贵，是这种我们之间高度的见识不同。所以呢，这个布施的弟弟对，实际上他把他的功德就是存到了那个与他绝对相关的叫做业力的银行。那说一般觉得业力就是不好的，不是，业力不善不恶，但是你的行为是恶，就存到银行的是恶业；行为是善，存入的就是善业，所以那叫业力银行。业力银行就属于你的影子，只要你有影子，你就跑不掉。就有一天变成鬼说没有影子了，你更跑不掉，就是这样子的。他好坏都会跟着你的，所以他会使他未来，他自己的未来还有他的后人更吉祥。这提示一点好人有好命相，对不对？命相不是今天面相公司给你改的，美容店给你改的，从娘胎生出来就长成这样。有些人生出来就是大富大贵，对吧？生出来就大富大贵。比如说佛经里很多部佛经里都是说，人一看释迦牟尼佛那个身态那个长相，立刻就臣服了，就是拜倒在脚下。哇，相貌堂堂相貌庄严就觉得很有摄受力，大家就乐意去信服于他，对不对？所以这个有时候这个功德福德与相貌之间是有一些关系。对真正的大富大贵的相的人，就会有那个富贵的命。就是说帅和相好不一样。不懂的人相好，说笼统上一看，说这个男人是吧，基本的那个造型什么都是好的，但是会看的时候呢，就觉得威严之中缺了一点什么东西，步伐之中缺了一点什么东西，声音之中缺了一点什么东西，或多了点什么东西，就是叫破相了。破相就会破命运知道吗？这要真懂才行。所以好的命相是生来的，既是生来的好命相，就有好命运那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你的功德业力所呈现你今世的命运，明白了还有你看我们好好修，比如念佛几天之后，我们的面部和手掌的变换，对不对？就修功德就是我们的命运，我们在继续在创造着，在原始的命运基础上，我要变得更好、更吉祥、更慈悲，所以命相就变好了。所以命相会随着自己的业力行为而改变，所以好命运是修来的。所以大家懂得这个道理了之后呢，就懂得了这个因果的概念，就是我的命运我做主，我的未来我创造，我的因果我创造，我的幸福我创造，我的吉祥我创造还有我的富贵我创造。那这些创造的方法都应该用慈悲、善良、布施、大度、关怀、关爱用这样的慈悲的这种方法，才可以达到我们所期望的美好。一些算计的斤斤计较的那些，我们看到的还都是眼前的短暂的利益长久的吉祥
才是真正的吉祥。现在我们开始收功了。搓搓手，把手搓热、搓烫，搓搓脸，双手从下巴到额头，再到脸颊，似哀非哀。再把手搓热、搓烫，干梳头，将食指岔开，指肚适当的用力，手指从前发际梳理到后发际，搓搓手，由上而下拍打全身。先拍打头部，两手手腕放松，在松静的状态下，适当用力拍打。拍打左肩，再拍打右肩。接着拍打前胸，再拍打左边腋下肋下，换右侧，拍打右边腋下肋下。接着拍打腹部，双手放松拍打，慢慢起身，向下拍打大腿前侧、膝盖、小腿、脚踝、脚背。轻轻拍打后腰，往下拍打臀部，按顺序再向下拍打大腿后侧、膝盖后侧、小腿后侧、脚踝、脚跟。继续拍打两腿的内侧和外侧，先拍打左腿，两手腕放松，稍微用力，由上而下拍打，再拍打右腿，继续拍打两手臂，先拍打左手臂，再拍打右手臂，全身拍打完之后，搓搓手，
再轻轻地按摩全身，双手似哀非哀，观想，将我们刚刚拍打出来的灰尘轻轻扫掉，扫除烦恼，我们变得健康快乐。同时意念收收收。好，祝福大家健康快乐，如意吉祥，全家幸福和睦。明天我们再见。感恩师父。今天的课程吉祥圆满了，我们明天再见。盂兰盆节在佛教中是超度与解救往生亲人的殊胜日子，在这个季节，我们尤其要为他们供灯，送去光明、富足、安宁。今年，无论你身在何处，都能为祖先献上一份佛光加持的超荐灯。菩提禅修学院特别推出盂兰盆超荐灯，祝往生亲人早日超度，离苦得乐。把握这一年一度的良缘契机，立即参与，让你的诚心化作祖先的安乐，也成就家门的兴旺。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只会